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这次，让我们来解读藤田哲先生写的《蛋白质的故事》这本书。如果你对减肥、神秘不适症状的解决以及提高大脑和身体性能有兴趣，这本书强烈推荐给你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与蛋白质有着深刻的关联。通过正确的营养摄入，特别是蛋白质，我们可以解决各种身体不适。而蛋白质作为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营养素，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，它构成了我们身体的基础。首先，让我们先总结一下这个视频的结论。结论是，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多种严重问题，而通过正确的摄入蛋白质，我们可以获得诸多好处。因此，正确摄入蛋白质对我们的健康尤为重要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们将先探讨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导致的严重问题，接着介绍摄入蛋白质的3个关键要点，最后我们将详细讲解摄取不同食物的顺序。蛋白质不足可能导致的问题可谓多种多样，包括体重增加、皮肤粗糙、肌肉减少、身体不适、体力和智力下降等等。接下来我们将一一解释这其中的原因。首先，蛋白质主要存在于肉类、鱼类、蛋类、豆类和乳制品中，是3大营养素之一。它不仅构建我们的身体，还是激素和酶的原料。肌肉、骨骼、血管、皮肤、指甲和头发的构建都离不开蛋白质。它还是激素如血清素和多巴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血清素被称为幸福激素，它直接影响我们的幸福感和大脑的生产力。而多巴胺被称为动力激素，它与活力和动力紧密相关。摄入足够的蛋白质与我们的幸福度、大脑性能、动力和活力直接相关。正确的摄入蛋白质所带来的好处多不胜数，包括维持和增加肌肉量、减肥、减少反弹、使皮肤和头发更光鲜美丽、改善健康状况、增加活力和提升智商等。尤其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减肥和减少反弹方面。摄入蛋白质能产生抑制食欲的激素，使我们更容易产生饱腹感，可以有效防止过度进食。此外，摄入蛋白质会维持我们的肌肉量，避免因肌肉减少导致的基础代谢下降，使身体更不容易发胖。结合运动和蛋白质的摄入，身体的肌肉量会增加，基础代谢会提高，更容易实现瘦身目标。我们已经了解了蛋白质的重要性，接下来我们将讨论摄取多少蛋白质以及如何摄取。摄取蛋白质的3个关键要点是：1. 摄取适量；2. 动植物性蛋白质的结合；3. 在运动前后摄取。首先，我们深入了解摄取量的问题。结论是，每天体重每1公斤摄取1克蛋白质是最为理想的，而进行肌肉锻炼或运动的人应该摄取更多，体重每1公斤最大摄取16克。摄取量最好分成3次，每餐摄取20克到30克左右的蛋白质，这样有利于身体充分吸收。对于那些不知道食物蛋白质含量的人，食品标签上通常有食品成分表，可以查看一下蛋白质的含量。对于没有标记成分表的食物，通过我们手掌的大小可以做一个大致的估算。例如，肉、鱼含有16至20克蛋白质，豆类含有8克蛋白质，而鸡蛋、豆腐和1杯牛奶则含有7克蛋白质。这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量是相对容易记住的。在1天内分成3次摄取1至16克蛋白质是一个合理的建议。接着，摄取蛋白质的第2个要点是动植物性蛋白质的结合。蛋白质分为2种，包括肉、鱼、蛋、乳制品在内的动物性蛋白质，以及豆类、豆腐、蔬菜、水果、坚果、糙米等植物性蛋白质。两者的好处不同，建议同时摄入动植物性蛋白质，最好的比例是1:1。我们可以在1个星期内以1:1的比例摄取即可，而无需每天都保持这一比例。此外，我们需要了解下高质量蛋白质的概念，即含有平衡必需氨基酸的食物。必需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基本组成部分，其中有9种是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必需氨基酸。这些氨基酸主要存在于鸟肉、牛肉、猪肉、鱼、鸡蛋、奶酪、大豆和豆腐等食物中。
被认为是蛋白质的精华。通过积极摄取这些食物，并同时摄入动植物性蛋白质，我们就能获得高质量的蛋白质。摄取蛋白质的第3个要点是在运动前后摄取。在运动前后摄取蛋白质有助于促进肌肉的增长。无论是在运动前还是运动后摄取，效果几乎是一样的。因此，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。推荐在运动前吃点轻食，然后在运动后充分补充蛋白质，以避免胃部不适。蛋白质补充剂也是一个方便的选择，它们由牛奶、大豆等提取的蛋白质部分制成粉状产品。一杯蛋白质补充剂可以提供15至210克的蛋白质。然而，要注意过量摄取的问题，个人建议每天最多摄取1杯。最后，还有一个关于锻炼的重要提示，即避免在锻炼后饮酒。饮酒可能降低肌肉的恢复和增长效果，因此在进行重度锻炼的日子里，最好避免饮酒，以免浪费掉辛苦锻炼所得。在训练当天尽量避免酒精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还应该在肌肉酸痛的期间避免饮酒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讨论最终应该选择哪些食物。总体来说，我们推荐增加食用谷物、蔬菜、水果、鱼、鸡肉、豆类、坚果、橄榄油、咖啡和茶。相反，应该减少摄入糖果、加工肉、炸物、快餐等。还有一些其他可选择的食物，比如蘑菇、海藻、马铃薯、鸡蛋、黑巧克力等，但因人而异。乳制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除了蛋白质外，为了增加肌肉量，最好还要摄取维生素 B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D、锌、铁和碳水化合物。这些营养素可以通过前述的食物来获取。通过饮食获得足够的营养，对于保持大脑正常运转和维持身体健康至关重要。我们再稍微说一下关于牛肉和猪肉的问题。实际上，这两者存在一些争议，因为许多现代的牛和猪是在质量较差的谷物饲料中饲养的，可能对身体不太好。因此，我们推荐选择吃过草长大的优质牛和猪的肉，即所谓的放牧饲养的肉。这种肉的质量更好，摄取起来更有益。最后，我们再次总结一下刚刚的内容。蛋白质不足可能导致体重增加、皮肤粗糙、肌肉减少、不健康以及活力和智力下降。在摄取蛋白质的过程中，我们强调了3个关键点：摄取适量、动植物性蛋白质的结合、运动前后摄取。至于具体应该吃什么，我们建议增加残谷物、蔬菜、水果、鱼、鸡肉、豆类、坚果、橄榄油、咖啡和茶，减少糖果、加工肉、炸食和快餐。总体来说，保持轻松心情，享受喜欢的食物也是很重要的。希望这次的知识对你的生活有所帮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